如果为了让全家人活命，你必须亲手射杀一只可能是神仙化身的恐怖野兽，你会开工吗？欢迎来到睡前故事读书会，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书在国外简直卖疯了，甚至直接统治了海外短视频平台的奇幻小说榜单。它的名字叫《荆棘与玫瑰》，很多没看过的朋友光听这个名字或者瞅眼简介可能会冷笑一声，切，这不就是个老掉牙的套皮美女与野兽吗？霸道总裁变野兽，纯洁少女用爱感化，最后没羞没臊的生活在一起。我老实告诉你，如果你抱着这种心态去看，你会被作者莎拉 J 马斯一巴掌扇得找不着北。我熬了整整3个大夜把这个系列啃完，最大的感受就是这分明是一个充满了权力恶斗、变态折磨、极限拉扯以及绝命反杀的暗黑生存游戏。而且我先把爆点给你扔在这儿，你以为的深情男主其实是个纯纯的有毒渣男，你以为的残忍反派反而是整本书里把你迷得神魂颠倒的疯批天花板。再话不多说，咱们直接把时间线拉回故事开始的那个极寒之冬，进入这个叫做普莱斯安的疯狂世界。故事的开局那叫一个惨到姥姥家了。我们的女主菲尔19岁，人类。在这个世界的设定里，人类可不是什么万物之灵，而是食物链的最底端。在人类领地的北边，有一道看不见摸不着的魔法高墙，高墙的那一边住着强大嗜血、拥有长生不老之躯的仙族，也就是精灵。几百年前，人类曾经是这些仙族的奴隶，后来双方爆发了大战，付出了极其惨烈的代价，才签下了和平条约，并筑起了这道高墙。虽然现在互不相干，但私底下偶尔还是会有仙族溜过高墙，跑到人类世界来打牙祭。人类对仙族那是刻在骨子里的恐惧，而菲尔的家庭呢，简直是破产姐妹的超地狱恶劣版。他们家以前是富甲一方的超级豪商，结果老爹生意破产，腿还被债主给打断了，现在成了一个整天坐在火炉边唉声叹气、毫无作为的废人。大姐内斯塔性格像刺猬一样，嘴硬心狠，整天冷嘲热讽。二姐伊莱恩单纯的近乎白痴，娇生惯养，啥也不会，全家5口人的肚子全靠19岁的菲尔一个人，每天冒着生命危险去森林里打猎来喂饱。这天大雪封山，家里的存粮早就见底了，再找不到吃的，全家都得活活饿死。菲尔趴在雪地里，浑身冻得发紫，手指都快僵硬了。就在他快绝望的时候，他突然盯上了一头饥饿的鹿，这可是全家人救命的口粮药。可就在他准备拉弓射箭的时候，旁边的树林里突然发出了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低吼，一只体型大的离谱、浑身散发着压迫感的巨狼缓缓走了出来。菲尔心里噔的一下，头皮瞬间炸开，这绝对不是普通的狼，普通世界上哪有吃人巨兽长成这样的，这玩意儿十有八九是从墙那边偷溜过来的仙族。这时候摆在菲尔面前的只有2个选择，第一，放弃打猎，转身逃跑，但这样一来那头巨狼就会吃掉鹿，菲尔空手回家，全家人熬不过这个星期就会被饿死。第二，放手一搏，杀了这只狼，但如果他真的是仙族，根据古老的条约，杀仙族者必须以命抵命。换作是那些白莲花女主，这时候可能就开始哭哭啼啼犹豫不决了，但菲尔是个在泥潭里滚大的狠角色。他咬了咬牙，从剑袋里抽出了一只极其珍贵，甚至可以说是违禁品的白蜡木剑。在这个世界里，白蜡木是凡人唯一能够对仙族造成致命伤害的武器。菲尔屏住呼吸，瞄准，松手，嗖的一声，利剑破空而去，精准地扎进了巨狼的眼窝。巨狼发出一声惨烈的哀鸣，挣扎了几下，彻底没了动静。菲尔没有浪费时间去害怕，他冲上去熟练地剥下了狼皮，扛走了鹿肉。回到家，他把狼皮卖给了流浪商人，换了一大笔钱，又给家里买了肉和粮食。盼的父亲家们终于吃上了一顿饱饭。菲尔坐在角落里，虽然心里隐隐不安，但他以为自己做的神不知鬼不觉，这桩祸事就算接过去了。然而他根本不知道，他射出的那一箭直接射穿了人仙两界的微妙平衡，命运的齿轮开始疯狂地把他往无底深渊里拽。
几天后的一个深夜，风雪刮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狂暴。菲尔一家人正围在火炉旁，享受着难得的温暖。突然，轰的一声巨响，整座木屋的大门被一股恐怖的蛮力直接轰成了碎片。刺骨的寒风夹杂着雪花，瞬间灌满了整个屋子。门口站着一头极其恐怖的怪物，它长得野兽的躯体，浑身散发着金色的魔力光芒，那双野兽的眼睛里燃烧着熊熊怒火。这头怪物口吐人言，声音震得屋顶的积雪扑簌簌地往下掉。杀了我的人！老爹吓得直接瘫软在地上，两个姐姐尖叫着缩成一团。菲尔虽然手脚冰凉，但他知道自己根本逃不掉。他站了出来，直视着怪物的眼睛，大声说：“是我杀的，他当时想抢我的猎物。”怪物冷冷地看着这个瘦弱的人类女孩，抛出了古老条约的铁律：杀先祖者，以命抵命。我现在给你两条路，第一，我现在就把你撕成碎片，就在这里，当着你家人的面把你的骨头一根根嚼碎。第二，你放弃你在人类世界里一切，跟我越过高墙去先族的领地，你将在那里被永远囚禁，直到你生命结束，这辈子也别想再见到你的家人。菲尔看了看身后残废的父亲和吓傻的姐姐，他知道如果自己选第一条路，全家都得死。于是他深吸了一口气，放下了手里的武器。我跟你走。就这样，菲尔被这头金色野兽驮在背上，一路狂奔，穿过了那道凡人无法逾越的魔法高墙，进入了传说中的先祖领地普莱斯安。按照咱们平时看网文的套路，接下来是不是应该开启霸总软禁小娇妻天天绝食抗议的烂俗戏码了？真不是，菲尔一到墙那边，整个人直接被眼前的景象震撼到了。这里没有阴森恐怖的白骨城堡，也没有动不动就要吃人的妖怪，怪物把他带到了一座美得像天坛一样的巨大庄园里。这里的空气里弥漫着玫瑰和青草的香气，四周繁花似锦，仿佛世界上所有的春天都聚集在了这里。这里就是普莱斯安7大先祖领地之一春之庭院。更让菲尔大跌眼镜的是，那头凶恶的金色野兽一回到庄园，身上的魔法光芒一闪，竟然变成了一个帅得让人合不拢腿的绝世大帅哥。这个男人留着一头耀眼的金色长发，身材高大，肌肉线条完美的像大理石雕刻出来的一样，那双绿色的眼睛深邃的像一汪清泉。他就是春之庭院的最高领主塔姆林。不过菲尔很快就发现了这里的诡异之处。第一，塔姆林的脸上戴着一个精致的金黄色面具，不仅他戴着，他庄园里的所有人，包括那个整天跟菲尔拌嘴说话损死人不偿命的狐狸面具男配卢西安，也都戴着各式各样的面具。而且这些面具不是装饰品，他们就像是焊死在皮肤上一样，无论什么时候都拿不下来。第二，这个地方虽然美，但死气沉沉，庄园周围的结界经常被一些极度恶心恐怖的怪物攻击。塔姆林作为战力爆表的最高领主，每天都疲于奔命的去清理这些怪物。菲尔一开始对塔姆林那是充满了敌意，时刻保持警惕，甚至私底下偷了餐刀藏在枕头底下，随时准备跟这家伙拼命。毕竟谁会相信一个把自己从家里掳过来的捕食者会是个好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情的走向开始变得微妙起来。塔姆林根本没有把菲尔当成囚犯，他给菲尔安排了最奢华的房间，每天让人准备丰盛到吃不完的精美食物。他知道菲尔喜欢画画，甚至特意在庄园里给他准备了一整间画室，里面摆满了凡人世界里根本见不到的顶级颜料和画布。更绝的是，塔姆林是个典型的嘴硬心软双标狗。有一次，菲尔在庄园的森林里瞎溜达，结果误入了一种叫做火仙子的危险魔法陷阱。就在他快要被炽热的火焰活活烧死的时候，塔姆林跟疯了一样冲了过来，用自己的肉身死死护住菲尔，硬生生用自己的后背扛下了所有的魔法火焰。瘫着躺在床上，后背一片血肉模糊，却还在安慰自己的塔姆林，菲尔的心弦第一次被狠狠地拨动了。一个从小在人类世界受尽白眼，每天为了全家生计在泥潭里挣扎，从来没有被任何人好好爱过和保护过的女孩，忽然遇到了一个有钱有权、战力逆天、长得惊天动地，
还愿意用生命来保护你，无条件宠着你的男人，谁能顶得住？菲尔沦陷了。他们开始在春之庭院的星空下漫步，塔姆林会用古老的乐器为菲尔弹奏曲子。在先族的传统节日卡兰马节上，虽然发生了一些诡异的插曲，比如菲尔在森林里遇到了一个浑身散发着黑夜般危险气息的神秘男人，但最终菲尔和塔姆林还是在满山遍野的鲜花中彻底确定了彼此的心意，深情拥吻。剧情如果到这里就结束，那它就是个三流言情小说。高能的地方来了，就在菲尔和塔姆林的感情达到最高峰，甚至准备探讨未来的时候，塔姆林突然像变了个人一样。那天早晨，塔姆林脸色苍白地冲进菲尔的房间，眼神里满是恐惧和决绝，他甚至连一句解释都没有，直接对菲尔大吼：你现在必须走，立刻，马上回你的人类世界去，永远都不要再跨过那道墙。菲尔整个人都傻了，昨天晚上还叫人家小甜甜，今天怎么就要把人扫地出门？不管菲尔怎么哭喊，怎么询问原因，塔姆林都像一尊冰冷的雕像，态度坚决的让人绝望。他强行派卢西安动用马车把菲尔送回了魔法高墙的南边。失魂落魄的菲尔回到了自己那个破烂的木屋，可一进门，他又傻眼了。以前那个漏风漏雨的破木屋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堪比城堡的豪宅。他的老爹穿的一身华贵的丝绸衣服，腿也治好了，正在跟商人们谈几个亿的跨国大生意。他的两个姐姐打扮得像真正的公主，浑身戴满了珠宝。原来塔姆林在送他回来之前，动用自己的权力和财富，彻底改变了菲尔家人的命运。他给菲尔人留下了几辈子都花不完的金银财宝，家人过上了好日子。菲尔按理说应该开心，可他坐在金碧辉煌的客厅里，却觉得浑身发冷，吃不下饭，吃不下饭，是的，脑海里不停地闪现出塔姆林赶他走时那双绿色眼睛里流露出来的快要溢出来的绝望与悲伤。不对劲，这绝对不对劲。菲尔的直觉告诉他，塔姆林根本不是不爱他了，恰恰相反，他是遇到了绝对无法抵挡的毁灭性灾难。为了不让菲尔陪着他一起死，他宁愿背负恶名，也要在灾难降临的前一秒把他送回安全的人类世界。看到这里，我真的要为女主鼓掌。很多小说的女主这时候就开始自怨自艾，误会男主是不是变心了，但菲尔没有。这个曾经连仙族的名字听了都要发抖的人类女孩，在得知爱人有难的时候，爆发出了难以置信的勇气。她没有选择在豪宅里当安稳的富家千金，而是毅然决然地脱下了华丽的礼服，重新穿上了她当年打猎时的旧皮甲，背上了弓箭。她要回去，哪怕高墙那边是刀山火海，哪怕她是去送死，她也一定要跟自己的男人站在一起。然而当菲尔历经千辛万苦再次偷偷跨越魔法高墙回到春之庭院的时候，眼前的景象让他彻底惊呆了。曾经美如仙境，永远是春天的庄园，此时此刻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鲜花枯萎，建筑崩塌，满地都是战斗留下的血迹，整个庄园空无一人。塔姆林不见了，卢西安不见了，所有的仆人都消失了。就在菲尔绝望无助的时候，一个受了重伤快要死去的低阶精灵从阴影里爬了出来，他用最后的力气向菲尔揭开了这个仙族世界隐藏了几百年的残酷真相。原来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的怪物袭击，庄园里蔓延的也不是什么枯萎病，这一切的幕后黑手是一个叫做阿玛兰莎的女人。阿玛兰莎是仙族世界里一个实力恐怖、性格极度变态的暴君。50年前，他凭借着阴谋诡计和强大的黑魔法，暗算了整个普莱斯安的7大最高领主，夺走了他们大部分的魔力，成为了高高在上的山下女王。而塔姆林和他的手下脸上面具拿不下来，就是阿玛兰莎施加的恶毒诅咒。阿玛兰莎这个变态女人一直觊觎塔姆林的美色，想要塔姆林做她的男宠，塔姆林宁死不从。于是阿玛兰莎给他定下了一个极其苛刻、几乎不可能完成的破咒条件，塔姆林必须在50年的期限内，让一个杀过仙族的人类女孩真心实意的爱上他。
如果期限到了他还没做到，那么塔姆林和他的整个春之庭院都将永远沦为阿玛兰莎的奴隶，任其羞辱。而菲尔被强行送走的那一天，恰好就是50年期限的最后一天。塔姆林知道自己输了，因为他爱菲尔，所以他不忍心看着菲尔留在普莱斯安，去面对阿玛兰莎那惨无人道的疯狂报复。他宁愿自己永生永世坠入地狱，也要把最后的生路留给菲尔。听完真相的菲尔眼泪直接狂飙，他没有退缩，眼神变得前所未有的坚定。阿玛兰莎是吧？山下女王是吧？老娘今天就来会会你。一个没有任何魔力、柔弱无助的人类女孩，就这样带上一把破弓，单枪匹马，直接杀向了阿玛兰莎的老巢，那个建在巨大山体内部、充斥着血腥与绝望的黑暗宫殿——山下王国。当菲尔踏入山下王国的大殿时，整个大殿里的空气都仿佛凝固了。四周的王座上坐满了来自各大领地的精灵贵族，但他们此刻都像丧家之犬一样战战兢兢。而大殿的正中央摆着一个用白骨堆砌而成的王座，王座上坐着一个红发如火、眼神阴鸷的女人，正是阿玛兰莎。在阿玛兰莎的脚边，塔姆林正像一条狗一样被用魔法锁链拴在那里，他全身的魔力被封印，衣服被撕碎，满身都是鞭痕。当塔姆林看到菲尔竟然走进来的时候，他那双绝望的眼睛瞬间瞪大，整个人剧烈的颤抖起来。他在用眼神疯狂的呐喊：你为什么这么傻？为什么要回来送死？阿玛兰莎看着愚蠢的自投罗网的菲尔，笑得花枝乱颤，声音里充满了猫血老鼠的戏谑。瞧瞧，这是谁？一个卑贱自不量力的人类小虫子，竟然口口声声说要来救他的先祖情缘。菲尔指着阿玛兰莎，大声说：放了塔姆林，解开春之庭院的诅咒，你要什么？我都跟你赌。阿玛兰莎等的就是这一刻。这个变态女王最崇尚的就是玩弄人心，她从白骨王座上走下来，居高临下的看着菲尔，提出了一个恶魔般的赌局。可以，我给你这个救他的机会。这里有2个选择，第一，我给你出一个谜语，只要你现在能猜出答案，你和塔姆林还有整个春之庭院立刻获得自由。但如果你猜错了，或者拒绝回答，那你就必须接受我的第2条路，替我完成3个任务，每隔1个星期完成一个。如果你3个任务都活下来了，诅咒解除，但只要你死在其中任何一个任务里，塔姆林就永远属于我，而你的尸体会被喂给我的宠物。那道谜语其实并不算太难，但此时的菲尔处于极度的恐惧和高压之下，再加上他从小为了谋生根本没机会读书识字，脑子一片混乱，他根本不敢冒这个险。如果猜错了，直接就是死局。于是菲尔深吸了一口气，擦干眼泪，我选第2条路，把你的任务亮出来吧。第1个任务在当天下午就拉开了帷幕。阿玛兰莎把菲尔带到了一个巨大恶臭的地下迷宫里，这个迷宫的地面上堆满了黏糊糊的米水和腐烂的碎肉。在这个迷宫的深处关着一只阿玛兰莎圈养的远古巨兽米德加德魔群，这玩意儿体型像一辆长途大客车，没有眼睛，但听觉极其敏锐，嘴里长满了成千上万颗锯齿一样的尖牙，专吃活人。菲尔的任务很简单，在这个迷宫里活下来。比赛一开始，巨兽就闻到了人类的味道，咆哮着冲了过来。菲尔不能使用任何武器，只能在狭窄恶臭的通道里疯狂逃命。人类的体能极限在仙族怪兽面前根本就是个笑话。菲尔好几次差点被巨兽一口吞掉，他身上的衣服被荆棘撕碎，大腿和手臂被碎石划得鲜血淋漓。在逃跑的过程中，菲尔的骨头被巨兽撞击的余波震断了好几根，他甚至能听到自己体内骨头碎裂的咔嚓声。他趴在烂泥里，大口大口地吐着血。但菲尔最强大的武器从来不是武力，而是他那颗在荒野中磨砺出来的冷静到极致的猎大脑。他一边吐血，一边强迫自己冷静观察地形。他发现这个迷宫的穹顶上悬挂着用来清理垃圾的巨型铁栅栏。菲尔用尽全身最后的力气，发出大喊，故意把巨兽引到了铁栅栏正下方的死胡同里。
就在巨兽张开血盆大口，距离他的脑袋只有几公分的一瞬间，菲尔猛地拉断了旁边的机关钢丝，轰隆一声，沉重无比的铁栅栏从几十米的高空轰然坠落，像一把切肉刀一样，扑哧一声，直接将那头远古巨兽死死地钉在了地板上，砸成了肉酱。菲尔赢了第一局，但他也付出了极其惨烈的代价，他的整条左臂骨头完全震碎，伤口严重感染，发起了高烧，他被粗暴地扔回了冰冷潮湿的牢房里，躺在干草堆上，菲尔迷迷糊糊地看着自己肿胀发黑的左臂，高烧让他的视线一片模糊，他能感觉到生命力正在从自己的身体里一点点流逝。塔姆林因为被严密监视，根本无法来看他。就在菲尔万念俱灰，以为自己就要在第一轮和第二轮的间隙里活活病死的时候，牢房的阴影里突然传来了一阵优雅的脚步声。全书最重要、最出彩、最让全网读者为之疯狂的灵魂男主角瑞桑德在这个时候正式登场了。瑞桑德，普莱斯安最神秘、最强大的领地叶之庭院的最高领主，在目前的剧情里，他是阿玛兰莎的头号走狗、得力干将。他长着一双如同夜空般深邃的紫色眼睛，背后有一双巨大的黑色羽翼，俊美的如同暗夜中的神明，但同时他身上也散发着让人窒息的残忍与邪气。他就是菲尔之前在卡兰马杰的森林里遇到的那个神秘人。瑞桑德优雅地走到菲尔的铁牢前，蹲下身，像看一件有趣的玩具一样看着半死不活的菲尔。他勾起嘴角，露出了一个恶魔般的微笑。瞧瞧你这副惨样，连累小姑娘，你的那条手臂已经废了，最多再过3天，再过3天，败血症就会要了你的命。你觉得你还能参加第二个任务吗？菲尔虚弱地瞪着他，滚，要杀就杀。瑞桑德轻轻摇了摇头，别这么绝望嘛，我今天来是来跟你谈一桩买卖的。我可以动用我的魔力瞬间治好你的手臂，并且保证你在接下来的2个星期里拥有充足的体力去面对阿玛兰莎，但作为代价，我们必须签订一个灵魂契约。只要你能活着离开这座山，从今往后的生生世世，每个月你都必须来我的夜之庭院陪我待上整整1个星期。在这1个星期里，你属于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当时在心里把瑞桑德全家都臭骂了一遍。这成人之危的死变态，纯纯的趁火打劫啊！菲尔为了救塔姆林命都快没了，你居然还要强迫人家每个月去陪你。但菲尔当时有的选吗？他没有。为了能活下去继续救塔姆林，他只能咬破舌头和瑞桑德达成了这个恶魔的契约。瑞桑德微微一笑，他的魔力化作一道黑色的烟雾，瞬间包裹了菲尔的左臂。剧痛消失了，伤口愈合了，但菲尔的左手手背到手腕上却永远留下了一整圈极其诡异复杂的黑色荆棘与星空刺青，这就是他们之间灵魂契约的印记。只要瑞桑德愿意，他随时可以通过这个刺青感知到菲尔的情绪，甚至在菲尔的脑海里跟他对话。接下来的几天里，瑞桑德开启了对菲尔长达数天的折磨。每天晚上，山下王国都会举办纸醉金迷、荒淫无度的宴会。阿玛兰莎坐在上面，而瑞桑德则强迫菲尔穿上极度暴露、薄如蝉翼的轻纱礼服。他甚至用魔法在菲尔全身画满了黑色的夜空图腾，强迫菲尔喝下能让人精神恍惚的仙族仙酒，让他像个没有灵魂的洋娃娃一样坐在自己的大腿上，当着全场精明贵族的面和自己暧昧调情。而我们的男主塔姆林在干什么呢？他坐在对面的角落里，低着头，双拳紧握，指甲嵌进肉里，鲜血直流，但他却一句话也不敢说，甚至连看都不敢看菲尔一眼，因为他知道，只要自己表现出一丝一毫的在乎，阿玛兰莎就会用更变态的手段去折磨菲尔。这种窒息的羞辱差点把菲尔逼疯，可神奇的是，每当菲尔在宴会上快要因为羞耻和恐惧彻底精神崩溃，想要一头撞死的时候，他的脑海里就会想起瑞桑德那带着嘲讽却又异常清醒的声音：撑下去，人类，别在他们面前哭，你要是倒下了，塔姆林就彻底完了。看着我的眼睛，跟我愤怒，跟我恨，但千万别放弃。
每一次都是瑞桑德用这种近乎残忍的刺激方式，强行把菲尔从崩溃的边缘拉了回来。这个男人满身邪气，却又在最致命的时刻给了菲尔一口喘息的氧气。很快，第二个任务接踵而至。阿玛兰莎在大殿中央设置了一个恐怖的机关，地面上布满了随时会弹射出来的锋利钢刺，而天花板上则悬挂着纵横交错的巨大杠杆。卢西安被用铁链死死锁在不远处的铁椅上。菲尔的任务是在规定的时间内，必须通过拉动正确的杠杆来解除机关。如果他拉错了，或者超时了，天花板上就会倒下成吨的浓硫酸，瞬间把卢西安活活腐蚀成一滩血水。而如果他走错了一步，地上的钢刺就会瞬间把他的双脚戳成马蜂窝。人类的身体在这个精密的魔法机关面前，简直就像是一张薄纸。菲尔每走一步，脚底都被尖锐的倒钩扎得鲜血淋漓，剧烈的疼痛让他眼前一阵阵发黑。杠杆沉重无比，他的双手手指被磨得露出了白骨，鲜血染红了整个机关。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全场的精灵都在冷眼旁观，等着看这场血腥的悲剧。卢西安已经闭上了眼睛，准备等死。就在菲尔精疲力竭，再也拉不动下一根杠杆的关键时刻，他的左手刺青突然微微发烫。瑞桑德的声音再次在脑海中炸响：往左3步，拉那根蓝色的，快！菲尔出于本能，选择信任了这个恶魔，他用尽全身的力气扑了过去，卡在最后一秒，拉响了蓝色杠杆。轰的一声，机关停滞，酸液没有落下。菲尔再次险之又险地通过了第2关。2关都过了，阿玛兰莎彻底坐不住了。他本以为这个人类女孩在第1关就会被巨兽吃掉，结果对方不仅活了下来，还连破2关。如果让菲尔过了第3关，根据古老的契约法则，阿玛兰莎必须在全天下精灵的见证下，乖乖解除诅咒。这对于高傲自大的山下女王来说，简直是比死还难受的耻辱。于是在第3个星期，阿玛兰莎准备了整个奇幻文学史上最泯灭人性、最残忍绝望的第3个任务。那天大殿里死一般沉寂，大殿中央跪着3个头上蒙着黑布、双手被反绑的仙族。阿玛兰莎缓缓走到菲尔面前，递给他一把寒光闪闪、涂满了剧毒的短刀。阿玛兰莎凑到菲尔耳边，吐气如兰，声音却像毒蛇一样冰冷。第3个任务，简单的让你想哭。这3个人都是犯了错的囚犯，你只要拿着这把刀，挨个刺穿他们的心脏，把他们全杀了。只要他们3个断了气，你就算赢。菲尔拿着刀，整只手都在疯狂的抽搐。他以前为了全家人活命，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射杀过一只变成狼的精灵。那件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他午夜梦回的噩梦，现在阿玛兰莎竟然要他作为一个凡人去充当一个毫无底线的刽子手，去屠杀3个毫无还手之力的无辜之人，揭开他们的黑布。菲尔咬着牙说，当第1个囚犯的黑布被揭开，那是一个年轻的春之庭院的侍女，曾经还偷偷给菲尔送过慰问的糕点。侍女满眼泪水地看着菲尔，菲尔感觉自己的心脏被狠狠捏碎了。但在阿玛兰莎刺耳的嘲笑声中，在塔姆林绝望的注视下，菲尔闭上眼睛，大吼一声，扑哧，一刀刺穿了侍女的心脏。第2个囚犯被揭开，是另一个无辜的低阶精灵。菲尔的衣服已经被泪水和别人的鲜血浸透，他的精神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扑哧，第2刀再次刺穿。当第3个囚犯的黑布被缓缓揭开的时候，全场所有的精灵贵族，甚至包括一直冷脸旁观的瑞桑德，都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那个跪在地上赤裸着上身、胸口布满鞭痕的人正是塔姆林。阿玛兰莎疯了，他彻底撕下了伪善的面具。他竟然让菲尔去亲手刺死自己拼了命流干了血也要回来救的挚爱之人。这就是阿玛兰莎的终极杀局。如果你不刺，任务失败，你们一起死了。如果你欠了，你亲手杀了你的爱人，你就算活下来，你的灵魂也将永远碎成渣，一辈子活在无尽的痛苦和自责中。大殿里安静的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菲尔瘫坐在地上，
看着眼前的塔姆林，塔姆林的眼神里没有对死亡的恐惧，也没有对阿玛兰莎的愤怒，他只是用那双温柔的快要化开的绿色眼睛静静地看着菲尔。杀了我，塔姆林没有说话，但他的口型和眼神在传递着这个信息。为了这个世界的自由，杀了我，我不怪你。就在菲尔握着刀，准备一刀抹了自己的脖子和塔姆林同生共死的时候，他的脑海里突然电闪雷鸣般闪过一桩旧事。在春之庭院的那些幸福日子里，有一次，如西安和塔姆林在喝酒聊天，无意中提到过一句话：仙族的最高领主拥有凡人无法想象的本源神力，只要不是使用特定带有灭魂诅咒的魔法武器，他们的心脏就算被普通兵刃刺穿，也不会立刻死去，而是可以借助本源力量慢慢修复。菲尔低头看了手里这把虽然涂了剧毒，但材质只是普通金刚的短刀。这是一场豪赌，赌注是塔姆林的命和整个普莱三的未来。菲尔的眼神在1/1000秒内由绝望变成了滔天的狠辣。他猛地站起身，甚至没有给阿玛兰莎任何反应的时间，高高举起短刀，用尽全身的力气，扑哧一声狠狠地扎进了塔姆林的心脏，鲜血瞬间狂喷。见了菲尔一脸，塔姆林发出一声沉闷的痛呼，整个人直挺挺地倒在了血泊之中，闭上了眼睛。全场大骇，阿玛兰莎也懵了，她万没想到这个人类女孩居然真的敢下手。3个任务我全部完成了，菲尔满脸是血，指着阿玛兰莎歇斯底里的怒吼：解开诅咒，放了所有人。然而永远不要试图跟一个变态恶魔讲信用。阿玛兰莎在短暂的震惊过后，脸色变得扭曲而癫狂，她看着倒在血泊中的塔姆林，又看着眼前这个卑贱却赢了她的人类女孩，滔天的嫉妒和愤怒让她彻底掀桌子了。哈哈哈哈！信用，本王就是信用！阿玛兰莎尖叫着，恐怖的黑魔法瞬间爆发，她隔空一抓，强大的引力直接将菲尔整个人卷到了半空中。阿玛兰莎一步步走上去，用魔法开始一扁一碎菲尔全身的骨头，咔嚓咔嚓，令人毛骨悚然的骨碎声在大殿里不断回荡。菲尔的肋骨断了，四肢断了，最后阿玛兰莎残忍地抓住了菲尔的脖子，用力一抿，咔嚓，菲尔的脖子断了。他瞪大了眼睛，瞳孔逐渐扩散，身体像一袋没有重量的沙卷一样软绵绵地瘫在了冰冷的地板上。是的，家人们，你们没有听错，我们的女主菲尔在第1部的结尾死了，彻底的死透了。然而阿玛兰莎怎么也算不到，菲尔在临死前的那一秒，他脑海里那道一直没解开的谜语，终于浮至心灵般的浮现出了答案。那道谜语的答案是爱。一个卑贱的人类女孩为了虚无缥缈的爱，跨越神凡之墙，闯入地狱，忍受骨肉碎裂之苦，甚至不惜背负弑爱的罪名。这种纯粹到极致的爱，在菲尔心脏停止跳动的那一秒，完美的触发了当年诅咒最底层的破咒逻辑。一股无法言喻、恐怖到让整座大山都剧烈摇晃的金色神力，瞬间从倒在血泊中的塔姆林身上爆发开来。诅咒破了，封印解除，塔姆林在这一秒彻底恢复了他作为春之庭院最高领主的全部巅峰神力。恢复力量的塔姆林发出一声不似人类的野兽咆哮，他的双眼变成了一片血红。他等这一天等了整整50年，他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在面前被折磨致死。这一刻的塔姆林就是一尊彻底暴走的杀神，他化作一道金色的闪电，瞬间冲到了阿玛兰莎面前。阿玛兰莎甚至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塔姆林已经伸出一双兽化的大手，撕裂了他的魔法护盾，咔吧一声直接咬断了阿玛兰莎的脖子，把他的脑袋像烂西瓜一样捏得粉碎。称霸了普莱斯安50年，让无数神仙闻风丧胆的山下女王阿玛兰莎就这样被暴走的塔姆林手撕成了碎片。大仇得报，诅咒解除，可整个大殿里却没有一个精灵欢呼。塔姆林扑倒在菲尔冰冷的尸体旁，颤抖着把他抱在怀里，眼泪混合着血水不断往下流。他用尽所有的治愈魔法，可菲尔是一个凡人，凡人的灵魂一旦消散，
魔法再强也无济于事。整个大殿里只剩下这位最高领主撕心裂肺，如同孤狼般的哀鸣。就在所有人都以为悲剧已经注定的时候，震撼全书甚至奠定了整个系列宏大格局的神级名场面出现了。大殿的阴影里缓缓走出了几个人影，他们是普莱斯安各大领地的最高领主，秋之庭院、夏之庭院、黎明庭院以及夜之庭院的瑞桑德。这些平日里高高在上，甚至互相敌对残杀的顶级神明们，此时此刻全都面色肃穆地看着地板上那个为了拯救仙族世界而牺牲的人类女孩。瑞桑德第一个走了出来，他深吸了一口气，将手放在菲尔的额头上方。只见他咬破指尖，从自己的灵魂最深处强行抽离出了一缕闪烁着璀璨星光的本源核心魔力，缓缓注入了菲尔的体内。其他几位领主对视了一眼，也纷纷走上前，每个人都慷慨地割舍出了自己灵魂中最珍贵、最纯粹的一丝本源魔力。五彩斑斓的神力光芒瞬间将菲尔包裹。这是整个仙族世界里只存在于上古神话中的古老仪式——七皇献祭。在7位最高领主合力施展的逆天魔法下，天地异变，金色的光芒化作一道通天巨柱，冲破了大山的阻隔，直插云霄。在这股能够创造世界的恐怖魔力中，菲尔那已经断裂的脖子开始自动对齐，碎裂的骨骼瞬间复原，他那已经停止跳动的心脏猛地发出了一声有力的轰鸣。菲尔猛地睁开眼睛，整个人从地上弹坐起来，大口大口的贪婪呼吸着空气。他复活了。但当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双手时，他发现一切都变了。他的皮肤变得像陶瓷一样细密光滑，散发着淡淡的荧光。他的耳朵变尖了，视力听力敏锐了成百上千倍。他的血管里奔腾着前所未有的属于7大最高领主的混合魔力。为了拯救这个世界，凡人女孩菲尔死去了，而作为回报，这个世界赐予了她最崇高的涅槃。她重生为了整个普莱斯安极其罕见、高贵无比的高等仙族。故事看到这，是不是觉得终于可以打出大团圆结局4个字，然后撒花鼓掌了？作者如果只有这点水平，这本书就不可能成为全球奇幻迷心目中的神作了。在第1部的最后几页，作者埋下了2个极其细思极恐，甚至让所有读者在看到第2部时惊掉下巴的超级伏笔。第一个伏笔是关于瑞桑德的。当仪式结束，菲尔重新站起来适应自己全新的神仙躯体时，他和瑞桑德的目光在空气中不期而遇。就在2人对视的那10000之1秒内，那个平日里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城府深不可测的夜之主宰瑞桑德，整个人突然如遭雷击。他的那双紫色眼睛里瞬间爆发出了无法掩饰的极度震惊、难以置信以及一丝隐隐的恐慌。他的脸色惨白，整个人甚至控制不住的往后退了好几步，就好像他从菲尔的身上看到了什么能够毁灭宇宙的恐怖真相一样。紧接着他连一句话都没说，直接化作一团黑雾，极其狼狈地逃离了大殿。他到底看到了什么？这里我给没看过原著的家人们稍微剧透一个小概念。在荆棘与玫瑰的世界观里，仙族存在一种超越一切爱情的最高契约，叫做灵魂伴侣。那是宇宙法则在灵魂深处给2人刻下了绝对绑定。瑞桑德在那一秒到底感应到了什么？大家可以把猜测打在评论区。第2个伏笔则是关于男女主角塔姆林和菲尔的。诅咒解除了，阿玛兰莎死了，春天重新回到了春之庭院。塔姆林带着菲尔回到了庄园，他们每天在鲜花中拥吻，在城堡里温存。在外人眼里，他们是一对历经生死、感动上苍的神仙眷侣。可只有菲尔自己知道，有些东西再也回不去了。每当夜深人静，塔姆林在身边熟睡的时候，菲尔就会猛地从噩梦中惊醒。他坐在黑暗中，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他依然觉得自己的双手沾满了那2个无辜精灵的鲜血。他的内心充满了解救爱人后的创伤后应激障碍。而在这个时候，重新当回高高在上领主的塔姆林却表现出了极其强烈的占有欲和控制欲。他因为害怕再次失去菲尔，
开始限制菲尔的自由，把他像一只金丝雀一样锁在城堡里，不让他参与任何领地的事务，甚至不原因跟他探讨那段在山下的黑暗经历。塔姆林以为这是对他的保护，可他根本不明白，经历了山下王国地狱般洗礼的菲尔早就不是那个需要躲在男人身后寻求庇护的人类小女孩了。她的灵魂在烈火中打碎过，又在废墟里重组，她需要的是一个能和她并肩作战、理解她内心痛苦的战友，而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主子。他们之间的爱情在看似完美的结局下，早就裂开了一道无法弥合的鸿沟。而且别忘了，菲尔的左手上还带着和恶魔瑞桑德签下的契约刺青呢。每个月他都要去那个全天下最危险、最神秘的夜之庭院，待上整整7天。好了，今天《荆棘与玫瑰》第1部的大体剧情咱们就全部聊完了。为什么这本书在国外能火成那个奶奶样？就是因为作者莎拉·杰马斯在剧情的编排上玩了一手极其高明的欲扬先抑和心理催眠。第1部里，他疯狂地给观众喂糖，把塔姆林塑造成一个完美的救世主、深情好男人，让所有人和女主一起沦陷在春之庭院的温柔相依。可一旦你进入第2部《星空与愤怒》，你就会发现，第1部里塔姆林所有的深情，其实都包裹着极其致命的控制欲和毒性，而第1部里瑞桑德所有的残忍和羞辱背后，竟然藏着一个让人哭到断气的深情大局。第1部纯粹只是这个宏大奇幻世界的超长新手村前传，真正的大格局战争，真正的黑化反叛，以及真正让人三观震碎、欲罢不能的极致拉扯，在接下来的第2部里才会迎来彻底的核弹级爆炸。你们将会看到菲尔是如何在春之庭院的窒息控制下，毅然决然地选择逃婚反叛。你们将会看到那个被全天下称为恶魔的瑞桑德，他背后的夜之庭院到底是一个多么浪漫、自由、让人流泪的乌托邦。你们更会看到重生成为神仙的女主菲尔是如何一步步觉醒自己体内属于7大领主的恐怖神力，从一个在泥潭里打猎的凡人小女孩，逆袭成为统领整个黑夜的星辰女王。这期视频不知不觉做得很长了，但这本书带给我的震撼真的不是3言2语能说明白的。它表面上是在讲神仙谈恋爱，但内核讲的是一个女性在经历重重创伤、欺骗和压迫后，如何找到真正的自我，如何把命运的咽喉死死掐在自己手里。如果大家听得过瘾，觉得我讲的还算大白话，没废话，别忘了给个1键3连支持一下。在评论区或者弹幕里扣个想看第2部，只要点赞破万，我连夜不睡觉也给你们把第2部菲尔手撕渣男瑞桑德疯狂上位的神级剧情赶出来。这里是睡前故事读书会，咱们下期夜之庭院不见不散。